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阿玲的新加坡，我是阿玲。周六的时候，我在帮我妈查她的 CPF 余额，一点开直接愣住了。你有听说过吗？保健储蓄账户的存款上限，今年要从75500新元上调到79000新元，直接多了3500。唉，你可能跟我想的一样，会觉得不就多存点钱吗？这不是好事吗？但是我仔细研究过了，才发现这次调整的影响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。到手工资的分配比例都会改变，不管是刚毕业的朋友、肩负家庭压力的中年人，还是自雇人士，这次调整对你们影响都不小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就来给大家详细讲讲 CPF 保健储蓄的最新政策变化，还会教给你们针对3类人群的实用应对技巧。这些技巧能帮助你更高效地存储 CPF， 轻松应对这次上调，顺便还能多赚600新元的利息哦。对了，一定记得看到最后，因为结尾我会再分享一个让你节省更多利息的隐藏小技巧，绝对干货满满，千万别错过。好啦，闲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。 CPF 保健储蓄最新变化，为什么需要关注？什么是 CPF 保健储蓄？首先，咱们从最基础的概念讲起。你可能也听说过 CPF 的这个基本保健存款，它是干嘛用的呢？简单来说，这是你 CPF 里专门用来支付医疗相关费用的那些钱，比如医院账单住院费或者某些保险计划的保费等等。它本质上就是一笔医疗备用金，听上去很合理，对吧？可问题是，这次政策调整会让这笔钱的强制存款上限从75500新元涨到79000新元。这多出来的3500新元不是你可以选择存，而是系统会优先从你的工资里扣，强制分配到保健储蓄账户。为什么要关注？我们再来看它会如何影响你的 CPF 账户分布。每个月你的工资存进 CPF 账户后，系统会按照既定比例把钱分到3个不同的账户：普通账户、特别账户和保健储蓄账户。而现在因为保健储蓄的限额上调了，更多的钱会往保健储蓄账户里走，剩下的普通户头和特别户头里，能用来做别的规划的钱就少了。尤其是对以下3类人群来说，这种影响会特别大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按顺序一个个详细拆解。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第一类，刚工作3到5年的年轻人。先来说说刚毕业工作3到5年的小伙伴。这一阶段的朋友薪资收入还不算高，可能一部分工资是存进 CPF 进行规划的，另一部分还要留着日常花销。现在一上调保健储蓄存款上限，这会直接拉长你存够医疗备用金的时间线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你现在月薪4000新元，按 CPF 的标准，工资到手后会有 37% 进入整个 CPF 系统，其中 68% 会转入普通户头，剩下的 32% 才会进入保健储蓄和特别户头。听上去很合理，可别忘了这次政策的分流效应。以前呢，你可能23年内就可以存够75500新元，现在却需要多花整整13个月，普通户头的存款就这么慢慢的被削弱，进度条被拉长，买房存款也可能受到影响。尤其是那些正准备存买房首付款的年轻人，你们一定要关注。我稍后会讲一个调整 CPF 分配比例的技巧，教你怎么快速补救。第二类，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家庭。接下来讲讲第2类情况，影响更复杂，有了家庭的人，也就是很多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朋友。你要供房，还要养娃，同时还得为父母的养老医疗费用做规划。CPF 的保健储蓄账户现在上调到79000新元，妥妥会挤掉本该进其他账户的钱，这会给你的退休计划带来很大的挑战。我邻居陈姐45岁，前段时间还跟我抱怨，她以前每年还会给自己的特别户头
追加2万左右的新元，为他未来的退休生活做准备。可现在因为这3500新元的差额，他得重新调整收入分配，比他之前的计划被动延迟好几年。而且这种调整期还增加了家庭的流动资金压力，真的每一笔钱都得算计清楚。这还没完哦，如果你平时在 CPF 里没有及时调整，当未来家里遇到一些突发的医疗支出时，可能会完全打破你的理财规划。那么如何让资金分布更合理，并且避免因为保健储蓄账户强制上涨而陷入财务上的尴尬呢？我稍后会分享一个专门针对这种家庭的分配优化法，一起来看看。第3类，自雇人士、自由职业者、小生意老板。最后要重点说的就是第3类人群，自雇人士。跟打工族不一样，普通员工的 CPF 缴存有公司分担，而且款项是自动划分的。可对自雇人士来说，你需要主动缴存，尤其是保健储蓄账户的这笔钱，必须自己系统内操作转账存入，而且这一年的总额不达标的话，很可能还会面临罚款。先别急，我们来简单算一笔账。如果你今年的收入是6万新元，那么你需要存入保健储蓄账户的比例约为收入的 8%， 也就是4800新元。如果你选择年底一次性缴清，你第1季度到第3季度的钱都不会产生利息，而这笔利息一年下来大约能有几十甚至上百新元的收益，直接平白无故的损失掉了。所以我待会儿会教你一个小妙招，专门为自雇人士设计按季度分批缴款，把利息利润最大化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看解决方案啦。技巧1，灵活调整 CPF 分配比例。第一招，灵活比例调整，特别是普通户头和保健储蓄的资金分配。如果你正存钱准备买房，或者想提升普通户头资金的自由度，你可以登录 CPF 官网，申请提前补充已经扣进去的保健储蓄账户额度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普通户头存款的灵活性是最高的，万一你以后需要应急资金，或者小部分用来还房贷，这些钱能更快动用。而保健储蓄账户相比之下灵活度很低，所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优化分配比例，是一个很好用的杠杆工具。技巧2，用好首6万存款的额外利息规则。接着说第2个技巧，有个很少人知道的小秘诀， CPF 的前6万存款是享受额外 1% 年利率的。换句话说，不管是普通户头还是保健储蓄户头，把你的第一笔积蓄存满6万新元，会直接帮你赚更多利息。举个例子，普通户头基础利率是 2.5%， 加上额外 1%， 等于你能赚 3.5%。而保健储蓄账户的利息更高，一般是 4%再加 1%， 一共 5%。光这 1% 的差距，一年这都可以额外赚到600多新元。所以别让第一笔6万分散在不同账户中，专注一个目标，存满它。技巧3，分批缴纳保健储蓄款项。最后，针对自雇人士来说，这个技巧很重要，不要等年底一次缴清年度补款，而是分季度缴款。每次缴款后，这笔钱可以立刻开始计算利息。你等的时间越短，累积的利息越多。假设每年分4次缴纳，每次会比一次性存款额外收获至少50新元利息收益。好啦，今天我们聊了 CPF 保健储蓄账户从75500涨到79000的整体影响。针对3类人，年轻人、中年家庭、自雇人士，也分享了对应的应对技巧。1. 灵活规划账户分布比例，合理存储。2. 利用前6万元的高息规则，轻松多赚600新元。3. 自雇人士分阶段缴款，避免利息损失。最后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今天学到了哪些有用的小知识呢？有没有其他 CPF 相关问题？记得在评论区留言。还有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支持阿玲的频道。
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